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Lutopia Lab 频道，我是 Lily。这次要来教 Unreal Engine 5.2 物理约束可挂接拖车车辆教学 Physics Constraint Hitchable Trailer。在今日的教学之前，我们先来展示一下结果。然后这个影片当中，我们会使用到 Physics Constraint 文字以及互动的功能。那我们就来开启上一个影片所使用的专案档案，名字是 Driving Chaos Vehicle。如果说你还没有看那支影片的话，可以到那个影片再去看一下怎么去制作开车的部分。然后如果说你还没有这个专案档，然后你想使用的话，也可以到我的 Patreon 那边所下载。那在开始之前，我有在网络上先去寻找了拖车的模型，然后我也会把那个连结放在 description 下面，让各位去参考下载。然后我所使用的这个拖车，我有稍微自己修改了一下，因为这个模型一开始它的尺寸跟我的原先那台车的尺寸不一样，所以我有进行调整。然后我还有进行了绑定的部分，就直接用了3个骨头，一个是 root 就给全部的，然后另外2个骨头是分别针对轮胎的部分这样。那我们就来开始把这个模型给汇入到游戏引擎。我们先新增资料夹。那我们可以延续上一次已经有制作好的 BP 卡这边，我们再来复制一份来使用到我们的拖车，按下 Ctrl D 就可以复制一份。打开之后，我们要把这些的 Blueprint 给删掉。然后这个 Spring Arm 也不需要 ，Camera 也不需要。那我们在 Mesh 这边 ，Scale to Mesh Asset 这边选上自己的拖车，然后到 Vehicle Movement Component 这边，把 Wheel Set Up 这边给删除。然后因为我们这个拖车目前只有2个轮子，所以我们这边按2下。然后骨头的名字，我们来去寻找它的骨头名字，打开 Skeletal Mesh 这个，然后去拷贝它的骨头名字。然后会有 Class 这边，我们选上上次已经做好的 VP Rear Wheel 这边，因为它是后轮。然后接续下面这里有一个引擎 Set Up 这边，我们其实是不需要的，就把它删掉。好。然后我们还有它的 Animation Blueprint 也要来制作，然后选上 Scale to Mesh 这边按右键 Create Animation Blueprint， 然后到 Class Default 这边 Root Motion 这边Class Settings 这边 Parent Class 这边选上 Vehicle Animation Instance。然后这里使用 Wheel Controller 图，Mesh
space。如果说这些你还不太懂这些是什么意思的话，可以看上一支影片。然后 Animation Blueprint 这里做好之后，再回到 VP Trailer 这边，选上 Mesh， 然后到 Animation Animate 这边，选上我们刚制作好的 Animation Blueprint。然后我们还要再来准备修改一下它的 Physics Asset 这边，因为它的预设的这个形状是不太好的，所以我们要来修正。然后到这个齿轮 Show All Bone 这边，把它下面的节点全部给删掉。然后选上轮胎的骨头，然后到右下角这边有 Tools， 然后 Preview Tip Tab 这边，因为是轮子嘛，轮子就用 Sphere， 然后它就是圆形的，比较符合我们。然后还有它的身体这边，我使用 Single Canvas Hole 站，这样基本的缺了的设定就有了。那我们待会就来持续的进行准备互动的物件。然后在准备之前，我们要先来知道说我们要按下哪一颗按钮来做互动。所以我们回到游戏画面，然后到 Settings Project Settings， 左边找到 Input， 然后在这个 Action Mapping 这边加一个。然后我这边希望用键盘的 T 来进行操控。好，那这目前准备好之后，我们就开始来制作。那我们先来到车子的 VP 这边，因为我们会使用到碰撞体，当两个碰撞体碰到之后，它会产生另外一个事件。当两个碰撞体个别离开之后，那它又做另外一个其他事件。那我这边在我的车子这边新增一个碰撞体，我用方块的碰撞体，调整尺寸跟移到你想要的位置。然后我会先在右边这里有一个 Rendering Hidden in Game， 我会先把它勾勾拿掉，因为我想要在游戏里面去看到这个方框是否碰到另外一个方框，就是做一个 debug 去使用。然后我这边来命名一下。然后这边我们会使用到另外一个 Blueprint， 它叫做 Blueprint Interface。按右键 Blueprint Interface， 这一个 Blueprint Interface 中文叫做蓝图界面，它是一个或者是多个函数的集合，就是它可以把这个新增到其他的 Blueprint 里面，所以它的本质上就是像一般的程式设计中界面的概念，它允许多种不同类型的物件透过一个公共的界面共享和存取。那我先来命名。进来之后，这里有一个function，这边来命名。然后，因为我们要共用，所以我们要用车子，所以到 Input 这边加一个。然后这里去选上我们已经做好的那一台车，然后使用 Object Reference， 然后回到车子这边的 Event Graph 这边，然后把刚刚我们一开始有做 Input 的那一个放进来，是 Action Events Integrate 这个。然后当它按下去的时候，我们会使用 For Loop 去
做判断，说它是否有没有启动到刚刚我们所制作的蓝图界面这个。如果有的话，那么我们就真的来去做互动。那我这里用 for loop with break 这个，然后用 get overlapping components， 不是这个。get overlapping actor 这个，然后连接到这个 class filter 这边使用 actor， 然后这里就是刚说的要去做判定是否有没有使用到，那这里使用的是 implement interface， 然后这里的 interface 选上刚刚做好的，然后这里使用 branch。去做我们的判定是不是真的有，有的话就把我们刚刚的这个做好的 iterate 这个function去 call 它，那它的 target 就是这一个，那 car 就是自己，然后这个呼叫完执行完之后就把它 break 掉。好，这是车子的部分。那我们回到拖车这边，拖车这边一样，我们来新增碰撞题。然后来命名。然后我们这边会使用到 physics constraint 这个 physics constraint， 那这个 physics constraint 的话，它就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关节，它可以让你将两个 actor 或者是组件连接在一起，并对它们去施加限制或力掌。那么把这个放在 mesh 底下。那移动到我们要的位置。好，我想让车子直接挂在这边。那这边的话，到右边有一个constraint，那constraint的第一个就是它的 body。那我们这里的 body 它是 mesh， 然后 component name to 这边的话就是刚刚做好的这一个碰撞题。然后现在我们也要来限制它的方向。第一个 swing one motion，swing one motion 的话，它是控制力轴，然后我们的话就是想要让这一台整个拖车它只有左右这样子力轴的方向这样子去动，所以我这边要来给它限制它的角度。我这台车差不多60。然后第二个 swing to motion， 它是旋转去控制它的 X 轴，我是不需要的，所以我把它 lock 掉。而这个 twist motion， 它是旋转 Y 轴，我也不需要，所以是把它 lock 掉。就是看你的个人的拖车，如果说你是有你的这个 physics constraint 如果是控制轮子的话，那你可能就会去使用到Y 轴的部分。那我们这边还要再来去使用文字去显示，就是当它碰到的时候显示文字，告诉人家说要按下哪个按钮，它可以去启动。那这里用 text render， 然后到右手边这里有一个 text 这边，然后去输入你要的资讯。
然后去调整到相对位置。然后一开始当然不会让它显示在游戏里面嘛，那我们把它 visible 这边给关掉。这个。然后接续的我们要把刚刚做好的这个蓝图界面这边，然后把它加进在这个拖车里面，然后我们到 Class Settings 这边，然后有一个 Implement Interface 这边去加，然后你的左边这边也会去显示到刚刚加进来的这个蓝图界面里面的方选。好，那我们现在接续的来去制作功能，然后在制作功能之前，我先把这个方框，这个 collision 的方框给想让它在游戏里面执行，就是显示出来。那我把这个勾掉，待会就可以看到。好，那我们来开始做互动的属性。那这边的话，我会希望会有一个，就是它是试着可以去挂，还有就是能不能真的直接把这个拖车给拖走。那我这里用2个属性的方选，不，属性不是方选，是属性。好，然后选上刚刚的 collision 这里，去点上 begin overlay 跟 end overlay。就是碰到的时候，它会执行什么？当你开的时候，它会执行另外一个。那我先来制作，当2个如果没有碰在一起的话，那它就会，这里就不会试着一直有要去挂接的，然后当然文字这边也不会去显示。好，我们来做当车子进入到这个拖车的碰撞体之后，它可以做的事情。然后在这之前，他进来的时候，我想让他已经试着想要挂接，把这个打开，所以在进来之前，这个先去执行。然后刚刚的这个卡，我们有去新增碰撞体，它名字叫 Docking， 得到它的 Docking。然后这个是拖车的。那我们这边的话会试着去取，就是这2个碰撞体的我的 location 的值，然后我会想让它去得知说这个值要到哪一个，就是他们2个差距的值，在我想要理想的范围之内去启动文字的显示，还有去做拖车的部分。然后这边的话，因为这个做我的 location 的话，它是一个 vector， 它会有 x、y 例，然后我这边只需要 x 跟 y 就好了。然后因为这个出来的值它是浮点数，然后我想要让它把浮点数转成整数，这样子去做相减的计算，会比较容易去计算出我要的数值里面。那我这边先来去做一下，把它转成整数。
然后两个 x 互相相减，y 相减。好，这样子就可以去计算出它们两个之间碰撞体的距离是有多少。然后我这边会去设定一个，就是我心中一个理想的一个数值。然后我这里这台的预设差不多是10，然后 y 的话差不多50。然后因为这个做相减嘛，因为有时候它是一个正的一个值比较大减小或者小减大，然后这样有时候会产生去做相减的时候产生负值，然后因为我不想让它有一个负值的出现，不然出现负值，那它永远这样子都是小于10啊，或者是小于50，那这样子计算还是会有奇怪，就是觉得会不太符合。那我这边会使用到 ABS， 就是让它负的变正的，因为我是想要去让它去这个范围是0到10，或者是0到50这样。然后这个是我想要的理想范围里面，它去做任何事，那所以我用 and 布林值去判定这两个都是有符合的才去做这件事。然后我这里当符合的时候，它就是可以去试着去挂接。然后我这边顺便用一个 print 文字，待会进游戏的时候，你们可以在右上角这边看到它一直在 print 这个 location 的值出来，然后你就可以依据你那一个这两个值，然后去做相减，去取出你自己想要的一个理想范围的值出来。那我这里先做一下。然后这个待会是会把它删掉的，因为是给各位看说怎么去得知这个值出来，为什么我会取这样大概一个值。那我先做一下这些，我改一下颜色。好，这样待会在游戏里面执行的时候，就会一直会列印出 location 的值。好，那当它可以去挂接之后，那就是可以来显示我们要的文字。然后这里用 delete， 然后让它再去一个延迟，然后再去做一个判定。这个判定是用这个已经试着去是不是试着要去挂接。那如果是 true 的话，那么就又再回到我们的 VP 卡，这里点2下，那就可以去调整节点，不然有点乱。然后接续的这个是两个碰撞体嘛，碰撞体所发生的是那，因为我们刚还有个互动的事件，这个也要做，不然它不会有效果。那我这里去新增一个事件是 event iterate， 因为我之前已经有做 iterate 这一个互动嘛，然后因为我想要变成新的事件，所以用 add 的方式。所以说如果这边它是可以去挂接的话，那么我们的汽车就可以连接到拖车，并且把它移动掉，然后也可以去把它的约束给设置起来。
然后我这边因为你按下一次键之后，它要去移动拖车嘛，然后再按下一次之后，应该是拖车会放掉，所以我这里会使用到 Free Flow 这个节点。我们先去做判定。好，当它真的有要可以被挂接之后，那这里用 Free Flow， 因为它会有一次可以拖的时候跟着动，另外一个是不会动的。那这里将 Physical 圈放进来，然后我车子的那一台 Mesh Get Mesh， 这是车子的，这个是拖车的 vehicle。好，当一开始按下去的时候，它会有轮胎那些都会动，所以 set 这个，这边用 0.1 就好了。然后当它再按下一次，它就不会动。好，然后第一次按的时候，当然它的汽车跟拖车是会被约束的。那我们这边使用Set Constraint Component 这个，然后第一个 component 就是车子，去把这个拖车给约束。然后约束完之后，它就这个就不会试着再去挂接，然后这里它就会去显示文字出来。当已经开始被车子给拖的时候，它的文字应该就不会显示，所以我们是使用这个。好，这是第一次按下键盘的 T 之后所做的互动，然后再按一次之后，拖车就要给放下了，所以这里要用 break， 让它不要再受约束。break control， 然后这里就会再试着去问他会不会，你要不要再试着拖车啊，然后并且会显示这个文字，这样子。那我们来去游戏里面执行一下效果。那我们把这一台拖车放进来，好，差不多跟汽车，我只要倒车就可以碰到它。好，那我们来执行。然后你看，你按游戏执行的时候，你会发现这边因为拖车它没有一个支架，所以它掉下来了。那我们待会来进行支架的部分。然后我们先看一下我们刚刚做的功能是不是有出来。好，当两个有没有看到？这里有刚刚做的 collision 跟这个，我们来试着给它碰撞，看会不会显示文字。目前还没有显示文字，是因为它的距离还不符合我想要的预期。然后你可以看到左边这里有 point， 因为我们刚刚开始有用 point 的方式去看说我们的车子跟这个拖车的距离是多少，然后你可以自己去做相减，去寻找到你所要符合的。因为这个还没有到，所以我们再继续往后面，有了。这样符合到我要的距离之后，它这边就显示了文字。那我们按下 T， 那车子就动了。好，这个就是目前做的部分。然后因为刚有说嘛，支架要做，那我们继续回到拖车这边来继续
增强一下我们的支架。然后回到拖车这边，我这边来使用一个 box 来当做我的支架，这个 cube 来当做我的支架。我调整一下范围。好，再进行游戏。有了，这样子，目前拖车是正确的。那我们来让这个支架给做一些功能，就是当车子已经要当车子挂接到拖车的时候，应该支架就应该要消失，不可以让它一直跟随，不然这样好奇怪哦。我们来做一下这个支架的消失的功能，然后我这边先取名，然后这里去新增function，然后把支架放进来，当它碰到的时候可以去 destroy component， 然后为了避免有 bug 的出现，这边再新增一个 variable 去做判定使用的。使用 set 的这一个，当它去删掉之后，代表是真的有删除。然后我们这里要用一个 event dispatcher 去 call 它。然后回到 event graph 这边，然后我们使用 event tick， 就是每一个 frame 的时候，它都会去判定说它需要做哪些事。当这个常使用的话，其实会还蛮吃效能的，所以就斟酌一下。如果有支架的话，它就去移除；如果没有的话，就是去直接做 print 的模式就好了。那这里用 branch 去做判定。那有的话就一开始是没有了，这个预设是没有的。然后我们用 bind 的这个来去 bind 这个事件。然后我们 create 一个 event， 不是这个。是这个 create event， 不好意思，是这个 add custom event， 是这个。确保它是不是真的有被移除。然后我们这里会使用 is valid 去做一个判定，是不是有这一个支架，是不是还存在。那如果它还存在，那我们就删除。那如果它不存在了，我们就直接 print 就好了。把刚刚这个做的放进来，那这一个如果没有，我们就 print 就好，做一次性就够了。这里用 print。好，然后还要再回到刚刚的这个 event iterate 这里，
在第一次按的时候，支架应该是要被 remove 掉，所以把这个放进来，这样子它就会被消除了。好，这样子新增完之后，我们再来执行。往后，然后按下 T， 然后你看这样子支架不见了，正常了。然后 OK 也可以跟着一起动，然后我放下来之后，支架就没了，这样子掉落的方式才是正确的。好，那我们今天的教学就到这一段落。如果说这个影片对你有任何帮助的话，帮我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那我们下一支影片见喽。